氢能为什么好？直接看这个，直接看啊，干净当然是一回事哈，那这个干净也是很好，但是其实我们如果是会以能量的观，其实有时候你就发现说，到底什么叫好哈？以科学来讲，以科学来讲，这可能就是一个数字嘛。但是以人文来讲，这个数字也不代表什么意义啊，可能干净可能会比较重要啊。OK， 好，这边一看就是说，我们单纯以能量密度来讲，你看这个氢能远大于其他的，所以代表说，如果以绝对数字来看的话，氢能就很好啊。这边还有一个比较实际的东西，整个的应用，你看，如果以车子来看，当然我们是讲车子而已了哈。如果我们的汽油引擎车啊，全部都很好，就出现一个地方，燃烧之后把热能变成动能，只有15%，其他东西的转换都很好，对不对？炼制啊，什么输送、加油，它几乎都不会有太多那个，只要是机械式的那种传动都不会有什么损耗。但是一定要是从热能变成动能，15%，导致于如果我们整个车子系统10%，所以说你可以知道说，你每加了1公升的油，只有0.1公升的油的热量真的用在你的上面，你看这个差距多大？但是你说不，我们还是可以改进的。所以说这个东西可能也是一般而已，现在可怕你不能这是一般的。你说比较好的比如说可能日本车就比美国车好太多了，这个也很难讲。但是一般来讲是这样子。电动电池车，感觉上就比较好了。为什么呢？它没有它的热能变成那个电能，是在发电厂的时候给它搞定的。发电厂的东西因为大，我们可以做很多功夫，所以基本上它的有效率就比较高。你想想看，你在你的引擎里面要把热能变动能，那个可以做的事情太少了。但是呢，发电厂里面就很多，但是虽然很多还是30%几而已，因为我们讲的30几嘛，对不对？但是这样加起来已经很多了。如果氢能的燃料电池车，到最后你看26%差多少？250%啊！当然你会讲说，但是氢能怎么把它变问题？大家这么好，但是为什么不用氢能？你会讲说，那前面氢能把它异化，把它变成异化，或者是高压氢能要花很多钱，那个为什么不算？所以搞不好氢能，就以能量来讲啊，不用价钱来讲啊，价钱来讲，这辆车的那个使用还是远比这辆车高啊。但是讲说能量的使用率来看，还很高啊。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如果单就这种很生冷的数据来看，为什么我们应该燃料电池车吧？对不对？这个是一个重点的。但是呢，就很多问题没办法解决啊，问题很多啊。我们来看看氢能的问题有多少。从制作开始，到什么样传输、运输，到什么样到储存，到使用。使用端可能使用端的技术比较没问题，但使用端是要什么配合？要国家硬体建设的配合。其实一个东西能不能真的很流行，单纯是技术好没有用，要看你国家有没有要去推动它。就算说现在氢很便宜，但是国家就不见加氢站，你要不要？你还是没办法。当然，我不是这是讲说，但是国家不会那么笨的哈，不会那么笨到说明明氢很便宜我还不建，一定是他有他的考量，但那考量可能是人为的或可能这样。但是这个地方基本上就是说要国家政策。前面这个地方的话就怎么样？就是我们做工程的人，我们要去把它解决的，在制作问题上面，对不对？在那个什么氢的制作问题上面，你怎么产出？有高效那个产出氢又比较便宜的氢，这就是一个问题啊。然后呢，氢的那个什么氢的一些那个什么运输上面，不是说运送而已啊，它的危险性啊，它的污染性啊，你都要考量啊，对不对？一样的道理，你的那个什么你的那个什么输送那个在储存的时候要怎么办？基本上有蛮多的，生产、运送还有储存。到最后是什么样？它的使用方面的话就是另外，只要前面都 OK 的话，使用就自然就会应运而生。氢能的产生可以有很多种方式啊，有很多种来源啊，对不对？基本上，反正呢，最简单的一句话，你如果有能源有电的话，我能不能就直接把它电解？可以啊，但是电解氢跟氢能发电一定是赔钱的嘛。对啊，所以说这种方法虽然很简单，但是大概不太有可能会用嘛。
一般是希望用其他的方法来产生氢嘛。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煤矿怎么产生氢，或是产生煤气气化嘛。所以为什么就是 gasification 嘛？就为什么我们讲说 IGCC 是现在在火力发电厂蛮热门的？因为这个 IGCC 前半段那个什么那个气化装置是可以跟后面搭配的嘛，这就是为什么 IGCC 会很热门嘛，对不对？石油精炼啊，那个什么，还有一些比如说一些 biomass 啊，你可以用发酵的方式给它让它产生啊，或是这个 biomass 就是生质能，或是一些什么废弃物的话，你可以用什么？用新陈代谢，有一些细菌，它可能会把它分解产生氢啊。所以说有很多种方法。你看那个光的话可以用什么？直接用光能，然后电解氢这样子。所以事实上有蛮多方式。当然下面这边方式大部分都怎么样？都是把它变成电，它电再电解水。下面这些东西就不是那么不是那么直接，都直接是，比如说你这些直接就把它变成核能、太阳能跟那个地热能、跟风能、跟水力能、跟海洋能，全部都是把它变成什么呀？变成热能，然后把它变成电，然后电的话就电解水，它就可以变成氢了。所以它产生氢的方式也很多种，那你就要选择一个你觉得最有效率的方法，对不对 ？OK， 好，所以我们讲说，基本上你如果刚才讲那么多的产生氢的方法，大致可以分成3大类。第一大类就怎么样？直接用什么？光生物反应，就是既有很多细菌，它们有些菌类，它真的是会有太阳光的话，基本上它就会产生氢。第二个是什么？光电化学反应。那光电化学反应就是什么？就是直接就电解质，就是电解水就对了。你就把光把它变成电，电再变成化学，就不要这样子嘛。那另外就是什么样？热球反应，直接把它气化，就把东西气化或裂解，那就可以得到氢气这样子。所以基本上方式很多了，对不对？所以他这边讲说有没有？他这边讲说那个什么，这个光哈跟光有相关的，不管是光生物反应或是光电的化学反应的话，基本上它就是怎么样？用什么？直接用什么？用太阳光，然后把水里面的氢跟氧分离。它当然它的介质不一样，有些是用细菌当介质，有些地方就直接把光能用光子的能量来裂解。那第三个的话，就热的话就不是了，就直接把它气化，或是把它裂解。气化就直接把它变成气体，裂解的话就是把那个液体把它变成变成气体这样子。所以这边就讲说那些方法光能电解法、光生物法，还有那个之前讲的裂解法这样子。OK， 好，这个就大家看一下。好，所以这边就是基本上刚才我讲过，利用这些方法，比如说就是说天然气转换的方法，就是我们就把它裂解气化或者是说用电解的方法对不对？你找到一个你最想要的这样子。好，那氢的运送跟储存呢？运送跟储存这个是你要一体考虑的啦。你把它储存完之后，你希望它能运送到别的地方去嘛？或是你运送到这个地方去，你还要储存到那个地方去，所以运送跟储存最好是什么？合在一起讲。最简单的，我们最可以理解到的就是怎么样把它液化嘛，把它液化，体积就变得很小嘛，对不对？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怎么样去运送嘛？不然你运送气体，那是多么的没有经济效益的。但是呢，你把它液化的过程怎么样？高压需要很多能源，就是钱。第二个，你的容器也需要很昂贵的容器，对不对？然后第三个，还有在运送过程的时候，这种高压运送过程的时候，它的安全性怎么样？所以基本上在运送跟这个虽然是最简单，就是怎么样把它给液化，但是这个方法也不是太好的，对不对？那当然，这个储存的过程，你可以分成说，如果是说一个定点的储存跟一个动态的储存，动态储存就是我的汽车，定点储存就是说我的发电厂，它的考量不一样。所以呢，依照这些方法，大致可以分成2大类，一大类叫什么呀？就是物理的方法。物理的方法就是说不涉及化学反应，所以呢，气化跟加压、高压的气体跟液化都是属于这个方法。一种方法的话，就叫做说 solid state。为什么叫 solid state 呢？因为呢，就把它附着在固体上面。
固体总是比较容易运送吧，对不对？我把氢附着在某个固态上面，这样子我运送固态的过程里面，我就把氢运送了。等到我需要它的时候，我就把一个逆反应把氢给放出来。这个看起来就比较在运送上面就很安全嘛，对不对？但是它的缺点是什么？拿出来那还是小事，重点是什么？太贵，不是太重了。你会发现说，我的氢本来1毫，假设就1毫克，结果我要运送它的固态，可能是什么1公克1000倍，所以我的那个只有1/1000的重量是用来什么运送氢？那运送的话，重量就是成本就很重。所以呢，这个的好处是怎么样？我的体积密度很大，就是说我可以把氢变得很小，但是我的重量密度就很小。不过就是我们看一下，就是说，所以呢，第一种物理性的储存加压就是这样子。所以这个东西已经是非常成熟了，这已经不需要再做什么研究。当然，你现在可能研究的重点是什么样？我是不是有一些一些那个高压气瓶，然后呢它材质很轻，然后可以容取更大的压力，所以说我体积可以更加缩小，这样子，这可能是这样子。不然的话，一般我们的瓦斯桶就可以也就大概都 OK 了。反正你只要压力定在某个地方，就瓦斯桶就可以了。所以这个东西基本上技术很成熟了，然后也没有太多的那个。就是说要做大规模的改进比较没有，那另外一种就是什么？另外一种就是另外一种就讲，当然讲说，基本上你也可以讲说，那是不是我们的一些用那个什么那个天然气管什么东西之类的，那这个东西就涉及蛮大的。当然是说你可以说跟天然气一样，你把它运过来，用天然气运过来，在某个地方产生之后，然后就用那个什么用天然气管这样子把它给那个运动到每个地方去，那就比较简单了。但这个东西涉及到什么大规模的什么基础建设，而且氢气还是比较危险嘛，对不对？好，所以我们看一下，就是说，基本上刚才讲的用物理的方法，那如果是用什么样？用那个所谓的 solid state， 用固态的方法的话，基本上就是一个重点，不管是有没有用化学键结，你让它附着在你要运送的载体的表面。有些东西是有涉及到键结，有些东西没有涉及到键结，只是说因为表面积很大，我可以把它塞在里面，这样子而已。然后稳定的塞在里，让它不会跑出，因为里面有一些什么毛细力什么力，让它随便不会溢失。所以基本上它也不一定是什么样，不一定是有键结产生的，而只是说利用方式让氢气附着在我们运送的固体的载体上面，对不对？这几个里面有几个比较大的分类，一种叫什么？叫做金属氢化物，某些金属对氢的反应就特别好高温的时候就跟氢反应的低温的时候就什么样，就把氢放出来了，这不就很好吗？对不对？我们要它的时候，我们就把温度提高，然后维持到一定的不一定是高，有些根据可能高，有些低温，就是维持在某个物理状态之下，你也不用做太多的额外的动作，就把它的物理状态维持到这个情况，它就结合了，就过来。等到我要用的时候，就换到另外状态，它就放出来了。这个，当然这个时候的话，重点在什么地方？你怎么样子发展出这种氢化物，它的什么重量比不要太重，这是重点。第二个的话，就直接是什么？我就是用一些高孔隙的东西，然后再怎么样，在那个高孔隙的东西，然后在我的气体，你知道我们气体如果在高孔隙力，气体在里面的话，它是不会跑出来的，它是因为有一个毛细力，表面张力毛细力，所以它是不会跑出来的。所以说你可以，然后如果说你这是多孔隙材质，表面很大的话，你就可以存在里面。什么东西是这种东西？越小的东西，它的表面比越大，越小的越不规则的，什么东西？奈米碳管所以说现在怎么跟奈米技术结合？你看这多么新的，又有能源，又有奈米，这个领域多么的好就很多人在做这样子甚至用一些什么一些伪的那个玻璃球，然后你有一些孔洞，然后把氢弄在里面都可以就看，当然是说你要有办法把在制程上面你要在过程上面你要有办法，才有办法把氢给放到这上面去，就是一些，当然这些问题大部分都是可以靠外界的操作环境来达到的。对当然是有一些就是说，比如说就是 micron sphere， 就刚才讲的，也是另外除了奈米碳管之外，还是就是一些玻璃球。所以大家看一下这个，你看第一个金属氢化物，对不对？你就是
利用它的正逆反应就是这样子，啊，所以基本上这边就看一下说，他是讲说这种东西的话，对那个什么静态的储存很好啊，因为静态的储存就很稳，它的重点它也很稳定很安全，你除非状态改变，不然氢不会随便跑出来，就是你的物理状态，比如说你温度如果不改变，好啊，你的你的氢是不，所以很安全，但是呢，对什么样？对那个对什么对车子就不好，为什么？太重了。我们讲过了，它的什么样？它的什么样？重量百分比，这个金属重量百分比太高了，所以未来发电这就是一个好方法，这样子，对不对？然后所以说基本上说现在基本上还是有很多人在那个什么在研究基本上可以提高这个有效率，重点是看能不能用这种的。Non-classic 的 metal hydrate 的 complex， 希望说不要用我们传统那种金属，而是用一些比较，反正现在做化学的那么厉害，随便配出一种新的东西出来。如果可以配出一种处方来，对氢的什么那个的键结力很强，然后又自己本身比较轻，那就很好了。这是第一种，好 ，OK。好，所以说这边讲说现在啊，现在大概是什么2.5到6.2，你看还是很少啊。100公斤里面，你那个氢的重量才是2.5，这2.5公斤的，大部分都是在运送那些那个，所以还是不是很好。好，所以这是重点，这个都是希望不要用传统的那种金属太重了，希望可以用一些化合物的方法，对不对？比如说一些高聚合物啊，怎么样子，好，那就可以这样子。好，这个是另外的，就是说怎么样 ？Gas on solid， 就是说基本上刚才那个是有化学键结反应。这边的话就是没有，直接就希望我把我的气体就怎么样，就附着在我的什么样，我的那个固态表面上面就好了啊，让利用一些物理现象让它不会可以固定在里面。当然说你要把它挤出来，还是可以叫加压或者改变物理状况都可以。基本上它就可以比较高一点这样子，所以。现在就很多做什么样？你要提高它的什么样有效率，所以说希望它的那个 service 比较强，比较多一点啊。Carbon nanotube 就是我们的什么呀？纳米碳管，还有纳米的什么那个细胶这样子，很多啦。反正你只要有办法想到一种东西可以把氢给吸住，然后可以到时候可以操控它的话，就蛮 OK 的这样子。啊，这个也是一样，利用利用纳米碳管，这个是利用什么 ？aerosol 就是一种胶体啊，一种胶体，基本上这种 aerosol 那个 aerosol 如果是放在空气里面是一种污染，但是呢，它也是可以用来很有效的。有讲说，为什么要用这种材质？就是研究出来就是这种就是比较有效的。当然你也可以去看有没有其他的材质这样子。然后这个是 microsphere， 就是长这样子，基本上很小颗的，然后可能 micron 级的一颗 micron， 然后里面有一些孔洞，你就怎么样把氢储存在里面了，啊这样子移动。所以这边是几个比较，对不对？压缩除氢，大家都知道，对不对？压缩除氢已经是非常成熟技术了，安全问题，液化除氢。也是一个非常紧凑，但是什么能量损失大？为什么呢？你压缩的话，只是把它变成高压气体而已。你把它液化的话，就变成真的是需要的能量很大，所以成本很高。金属氢化物除氢非常好，但是呢除氢量小。那个吸附除氢也非常好，但是价格昂贵，技术还不成熟。好，这个是美国的那个指标，你看多么的卑微啊！7.5到什么最终啊？2015年它最终目标7.5那个趴，就是说重量7.5%是氢的重量，多么的卑微啊！不过我相信这样子应该也很好的啦，对不对哈？看一下这样子哈，然后基本上它是那个他们希望可以出氢的目标。